大家好，我是曹卫东。最近呢，美国又对乌克兰提出了紧急的援助啊，这个方案呢是100多亿美元，可以说数额不小。因为在8月中下旬的时候呢，就是在乌克兰独立日的时候呢，美国国防部呢已经给了他30多亿的美国的这种特别的军事援助。那么这么短的时间，也就是9月初啊，怎么又接着要给100多亿美元呢？因为现在确实遇到了一些特殊的情况。因为美国的这次援助计划呢，叫做紧急援助计划。这个紧急援助计划里边呢，既包括就是军事装备上的这种援助，因为俄乌冲突还在延续啊。那这个双方每天在战场上或者在冲突中消耗的弹药是非常可观的呀。那你现在乌克兰要顶住啊，就是俄罗斯的这种打击，而且呢还要准备呢进行相关的这种反击。那这个弹药的需求量是非常多的，那么对武器装备的需求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。所以美国就前段时间尽管已经给了一些了但是还是不够，所以要紧急的援助。因为按照北约的要求或者标准的话呀，那它应该是把这些武器装备放在前线官兵距离50公里的地方，但现在还在这个百里、千里、万里之遥。那所以美国要赶紧给它运过去，所以这是一方面的紧急援助。在这些紧急援助的计划里边呢，包括几型无人机因为你比如说扫描鹰这样的侦察监视的，因为你这个战场情报，它不但要有战略上的情报，就是大部队的调动，还有整个装备、大型装备的部署，你还要具体战术上的，这些部队再往哪儿调，这些平台在哪儿部署，你需要扫描鹰这样的长时间、长航时，或者是说随时随地的侦察监视，它需要这样的装备，还有其他的一些插塔一体的无人机，这个也是美国要赶紧给乌克兰送去的。还有呢，就是相关的这些弹药，因为你无论海马斯还是 M777这个大口径的榴弹炮弹，它每天都是要消耗的呀。你导弹、炮弹打出去，你后面如果不及时的补充，那你这个发射架，你这些雷达是起不到打击的作用的，所以这个还要补充。再有呢，就是虽然在战场上或者是在这个阵地上是双方军事人员交锋，可是你的这个国家的民众你也要生活，你也要生产呢，那这也需要经济上的支撑。所以呢，美国要赶紧给他这样的紧急援助。但是呢，这些紧急援助并不是说你认为紧急了，马上乌克兰就能拿到手。实际上，很多的东西可能还要拖个几个月，甚至于要拖1年才能拿到手。所以，美国要在这个时候赶紧先把计划拨出来、造出来，然后赶紧能运出去的先运出去。不然的话，这个乌克兰它在战场上想取得比较好的战果，想取得比较好的筹码就比较困难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当美国宣布要进行这种紧急的援助计划以后呢，又加强了海运。为什么要用海运呢？因为我们知道你比如说这个M777这种榴弹炮，虽然它很轻，只有4吨多，但它不是一个规则体，比如说不是一个就是四方体，体积比较规范。这样的话呢，我飞机里可以装的比较多，因为它有炮管占的体积很大，所以一架飞机它装不了几门炮。那你要用海运就不一样了，对吧？如果用海运的话，那船舱里边它的这个体积非常巨大呀，所以它通过海运呢，可以降低它的运输成本，可以运送更多的武器装备所以呢，它一定要加强它的海运。同时呢，我们也要看到。表面上说好像是开通海上通道，是为了把乌克兰的粮食运出去，但乌克兰的粮食现在97%都运到欧洲去了，并没有真正的运往第三世界，运往那些贫困的国家，它都是解决欧洲的急需去了。所以到了今年冬天的时候，欧洲人是有粮食吃的，因为无非就是物价上涨嘛，但是它是有粮食吃的。而真正可能造成没有粮食吃的是那些非洲的国家，是那些贫穷的国家，因为他们没有得到相关的这些粮食。所以我们看美国它加强海上力量的运输，并不是
解决什么粮食危机或者能源危机去了，而是希望通过这种海上的运输通道为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武器装备，还是在俄乌冲突之中啊，起到一个火上浇油或者是拱火的这么一个作用。关于这个话题呢，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，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